既然你相信我，那么我也会将自己刚刚说的话全部做到。你放心，我来神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我也并不是来争夺造化机缘以及造化宝物的，因为争夺造化之物必然需要很强大的实力，我不想冒这个险。我来此只要一样东西，那就是能够获得毒喜这一物。毒喜？萧炎对于这毒喜二字从未听过，更不会知道毒喜的用处，便是问道：所以说你刚刚已经找到毒喜的具体位置了？此时的魂梦王也没有隐瞒，因为现在要是被萧炎发现自己对他有所隐瞒，肯定会被击杀也不一定。当即点点头道：没错，我刚刚之所以对你们率先出手，是以为你们也是来找这毒喜的，因为这毒喜对于我们来说无比的重要，所以在我们回去之前，能否让我将毒喜拿回去？这样一来，我们噬梦一族将会更有机会保全天毒圣女的安危。可以，既然毒喜对你很重要，那就拿回去吧。等神葬结束，我将会前往你们噬梦一族。如果让我知道事情不是如我们所讲的这般，那么我将会用尽一切的手段，将整个噬梦一族带入诛心世界，让你们噬梦一族的人全部永坠诛心。听明白了吗？萧炎的语气很平静，可是他的每一个字之中都带着绝对的霸道之姿，在魂梦王的体内横扫开来。是，我既然已经答应你，我自然不会让你失望。魂梦王也同样拍着自己的胸脯，对着萧炎保证道：那么现在可以让我出来诛心世界吗？虽然与萧炎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魂梦王依旧小心翼翼地询问着萧炎。萧炎也看出魂梦王此人并不简单，萧炎的目光焦聚在魂梦王的身上，深邃的眼眸宛如洞悉了他的内心。眼前这个男人能屈能伸，更是无比冷静，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棋子，而是一步险棋。就这样让他带着毒喜回去，肯定不行。旋即，萧炎的手指轻轻一弹，那诛心世界中的小型黑色火莲便凭空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上，散发着摄人心魄的黑芒。这黑色火莲虽小，其中却蕴含着摧毁天地的恐怖力量，即使已经被收敛在火莲中，可依旧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异常的凝重。你最好别起任何歪心思，这朵诛心火莲会在我前往你们噬梦一族前，会一直在你的身上。如果发现你有异动，这朵诛心火莲将会在你体内爆炸，到时候你依然会永坠诛心，明白了吗？萧炎的声音冰冷而坚定，仿佛是不容置疑的裁决。他将那朵黑色火莲悬浮在魂梦王的面前，火莲周围的空气无形的扭曲，似有火焰随时要喷薄而出。望着这朵诛心火莲，魂梦王的心脏猛地一跳，他能感受到那火莲中蕴含的毁灭之力，一旦爆炸，恐怕连他大道极限主神的修为也难以轻易抵挡。他深吸一口气，尽管心中波涛汹涌，面色却依旧保持着平静，只是那双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与忌惮。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我和恶难一族的人会一直等你来到噬梦一族。萧炎见状，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然后轻轻挥袖，那朵诛心火莲便化作一道黑光，没入魂梦王的眉心中。瞬间，魂梦王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从这一刻起，他的生死便掌握在了萧炎的掌控之中。萧炎转身背对着魂梦王，声音淡漠：记住，你的命现在在我手中，生与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爸，他们二人所在的诛心世界开始扭曲，出现一道道裂纹，诛心世界的边缘犹如镜面碎裂，裂纹迅速蔓延至整个空间，一股无形的波动随之荡漾开来。忽然，一道耀眼的光芒如破晓的曙光从裂缝中爆发，将他们二人笼罩其中。在光芒的洗礼下，魂梦王只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扭曲旋转，直至他再次睁开眼时，映入眼帘的已是熟悉的场景。他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世界，望着这片令自己熟悉舒畅的广阔天地，就仿佛重生了一般。魂梦王和萧炎正站在彼此的对面，两人之间竟然没有了先前剑拔弩张的气息。魂梦王深吸一口气，体内澎湃的力量也收敛起来，他对着萧炎微微拱手，动作之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敬佩，也是一种对萧炎的尊重，一种认可，甚至是一种投降。这一幕对于一直观察这场战斗的众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望着这样的一幕，周围的噬梦一族强者们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那位青年居然没有被10重噬梦魂吞噬，而且自己的魂梦王大人似乎对对方没有了杀气，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萧炎兄，没事吧？这时，沐尘和盘龙以及神元宫的众人立马出现在了萧炎的身边，担心地问道。萧炎微微偏头看向大家，微笑道：没事，事情暂时解决了。此话一出，让得众人有些不解，事情解决了，可是那位魂梦王明明没有任何的伤势，不过刚刚他的动作对萧炎似乎非常的客气，难道萧炎兄是把对方给打服了？就在众人的眼神中满是困惑与好奇时，萧炎深吸一口气，开始缓缓讲述刚刚他和魂梦王在诛心世界中的所发生的经历。
萧炎的叙述如同一卷卷轴徐徐展开，让每个人仿佛都身临其境，感受到刚刚在诛心世界的生死交战的惊险。原来对方的最强底牌被萧炎化解之后，陷入生死关头时，与萧炎做了重大的交易，才保全了永坠诛心的命运。同时也知道了萧炎原来还有一位红颜小医仙，现在似乎在蛊毒神族的恶难一族中。当萧炎他谈及与魂梦王的交易时，话语中透出一丝冷静与智慧。在提到红颜小医仙时，萧炎的目光中却流露出一抹温暖和柔情。当他在讲述焚情赤焰一族的强大力量及他们对超脱万毒榜上的最强毒圣体的野心时，声音中不难听出一丝凝重。众人静静地聆听着，情绪随着萧炎的每一个字词起伏波动。他们的眼神从迷惑转为震惊，又从震惊变得深思。在萧炎的讲述中，他们仿佛看见了蛊毒神族的神秘轮廓，感受到了焚情赤焰一族的可怕野心，甚至连恶难毒体这种无解的毒源都能够被其压制，甚至妄图创造出新的最强毒圣体。至于那位萧炎的红颜小医仙，他现在身处蛊毒神族之中，处境堪忧，并且整个恶难一族都似乎有着被焚情赤焰一族灭杀的风险。而焚情赤焰一族，他们的底蕴远超万毒榜上所有毒之族的存在，唯一压过焚情赤焰一族的只有蛊毒王族，因为他们是蛊毒神族的最强王族，掌控着整个蛊毒神族中的所有万毒之族，包括焚情赤焰一族。蛊毒神族并不是只有一个族，而是由万个毒族组成的一个数量庞大的存在。其中最强的5大万毒之族就是异毒一族、冰蚕一族、噬梦一族、恶难一族以及万毒榜第一的焚情赤焰一族。而真正掌控蛊毒神族的，就是超脱万毒榜之上的蛊毒王族。蛊毒王族才是真正的恐怖存在，因为这个王族拥有着万毒蛊灵神的血脉，所以能够压制焚情赤焰一族的便是万毒蛊灵神血脉。如果没有蛊毒王族的存在，焚情赤焰一族早就成为蛊毒神族中的最强统治者。萧炎的这一番解释也让大家知晓了事情的缘由。更让众人吃惊的是，萧炎现在的实力居然连大道极限主神都能够撼动，这要是传出去，怕是能够让神界域的各大神族那些神灵都会感到震惊。而就在这时，魂梦王的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他与萧炎对视的那一眼，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见到萧炎点头示意，这让魂梦王心中的激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他转过身，对着身后那些噬梦强者挥了挥手，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准备启动噬梦引灵阵。”他的命令刚落音，那些噬梦一族的强者便如离弦之箭般迅速散开，各自占据了阵法的关键位置，顿时让四周的空气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庄严的气氛。噬梦引灵阵的光芒在每个强者的周身闪烁，仿佛是星辰落入凡间，又如同夜幕下的繁星点点。魂梦王则是站在噬梦引灵阵法的中央，他的目光深邃如海，似乎在这一刻，他成为了这片空间的主宰。随着噬梦引灵阵的启动，整个空间似乎都在颤抖，一股无形的波动在场中蔓延开来，像是搅动了一池静水，又似唤醒了沉睡的巨兽。众人只觉得自己的心房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发出颤动，仿佛这片天地都在为噬梦引灵阵的力量而颤抖。在这肃杀而神圣的氛围中，魂梦王缓缓抬起了手，掌心向天，一道璀璨至极的光芒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照亮了整个天地。魂梦王与噬梦一族的其他强者的身影在光芒的映衬下显得异常神秘，他们的阵法如同一张大网，将所有力量汇聚在一点。轰！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吸力自噬梦引灵阵法中心爆发，将周围的万物都卷入其中。噬梦一族的强者脸色变得无比的严肃起来，他们知道这一刻是他们引出隐藏在大地之下毒洗关键一步。萧炎、沐尘、盘龙等神元宫众人站在原地，他们的双眼凝视着远处那道噬梦引灵阵，同时也在默默感受着阵法中散发出来的恐怖能量波动。他们的这道阵法还好是针对他们所需之物，如果刚刚他们一起联手的话，怕是即便有诛心神火，也无法一次性做到让他们所有人映照出他们内心真正的世界。就在众人屏息以待之际，一股更加庞大的力量突然自魂梦王的体内爆发出来，他的身体仿佛化作了天地间的焦点，一股股浩荡的能量在他周围形成漩涡，与噬梦引灵阵的力量激烈碰撞，然后一道阵法光束射入下方的大地之下，整个大地竟是被穿透而尽。嗡嗡！就在这时，在这片大地之下突然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嗡鸣声，整个大地都被这股声音能量波所撕裂。